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天选旗下炸场，杨超越李治廷选角争议引爆书粉 PPT 抗议，家人们疯了！就在这几天，整个互联网的热搜榜直接成了十日中烟的专场。肖战正式完成男主角旗下定妆工作的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把书粉圈、娱乐圈还有无数路人盘炸了个底朝天。相关话题阅读量瞬间破亿，热搜词条一个接一个往上窜，那种热度，感觉整个3月都被这部还没开机的剧提前预定了。肖战这次饰演旗下，几乎被全网盖章为天选之合。2026年2月的米兰时装周上，他一身 Gucci 黑色长风衣，搭配顺毛黑发和墨镜的造型，冷冽疏离的气场直接撞到了无数书粉的心巴上，当时就被狂转成野生旗下定妆照。摘戴墨镜间从冷面男神到流露一丝极淡情绪的转换，被精准解读为旗下那种理性藏深情、疏离带悲悯的矛盾内核。连外媒夸赞的东方冷感，都成了强化角色意志化氛围的绝妙注脚。他过往在《藏海传》中展现的腹黑谋略感，以及在《陈情令》中演绎的破碎感，也让书粉相信他能够驾驭旗下这个被困在无尽轮回里几十年、智商超高又内心背负巨大创伤的复杂角色。然而，就在围绕主角的一片赞誉声中，评论区的风向却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奇特景象。旗下的天选光环越是耀眼，关于其他角色的选角传言就越是争议重重。一场围绕杨超越、李治廷等配角的激烈辩论，正将舆论场割裂为狂欢与不满的两极，仿佛一场关于旗下本下的全民战争刚刚打响正面战役，而后方的舆论战线却已烽烟四起。杨超越与于念安加戏疑云引爆的书粉信任危机。如果说肖战的选角是众望所归，那么杨超越与于念安的绑定传闻，则精准踩中了原著粉最敏感的神经。这个争议的源头在于角色定位的根本性冲突。在番茄小说评分高达 9.9 的原著《十日中烟》中，故事被定义为一部彻头彻尾的硬核男性群像智斗剧，核心围绕男主旗下在中烟之的破解12生肖设计的致命游戏对抗规则展开，明确标注不后宫、不恋爱。而名为于念安的角色，本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旗下在绝境中因自身特殊能力生生不息而产生的一个精神幻象，是他活下去的执念和支撑。这个角色戏份极少，不存在独立行动线和感情描写，更近似一个符号化的精神锚点。因此，杨超越演女主这个说法一出来，立刻让无数书粉炸了锅。他们最大的恐惧，并非是杨超越本人，而是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资本逻辑。为了给签约的流量演员增加曝光和戏份，制作方极有可能强行把一个原本仅作为精神符号的于念安，改成拥有大量出场和互动戏份的真实女主角，甚至为旗下和于念安之间增添恋爱线。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部分书粉已经在微博上刷起了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这会将原著的硬核生存博弈基调彻底扭曲为掺杂工业糖精的偶像剧。更让书粉焦虑的是，一旦这种为配角强行加戏的逻辑成立，将直接破坏原著无 CP、纯男性群像智斗的核心叙事结构，角色的行为动机可能被改写得面目全非。还有消息称，这个角色最初接触过赵露思，但其团队因戏份问题婉拒。这更从侧面印证了，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于念安这个原著中虚幻的执念符号，已经被迫承载起远超出其文本功能的商业期待。对于杨超越本人，这也意味着巨大的演技挑战。
非科班出身的他能否驾驭这样一个复杂且备受瞩目的设定存疑，尤其是在原著粉已经拿着放大镜审视的前提下。李治廷与乔家劲 PPT 抗议背后的硬核错位。如果说杨超越的争议点在于戏份，那么李治廷的争议则直接指向了形象的错位，并且引发了书粉堪称行为艺术般的理性抗议。在原著设定中，乔家劲是旗下最重要的兄弟和武力担当，人设是27岁的香港打手，身形魁梧，性格重义气，验阴谋，外粗内细，充满江湖痞气与赤子之心。然而网传这一角色可能由40岁的李治廷出演，年龄和气质的双重落差点燃了书粉的强烈不满。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年龄不符，有网友制作了详细的22页 PPT 进行对比分析，从视觉年龄感、身材魁梧度、气质痞帅感等多个维度论证选角的不适配。这种用数据和理性材料进行硬核抗议的方式，在网络选角争议中实属少见，也反映了时日中焉的核心书粉群体维护原著精髓的强烈意愿和行动力。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3点：一是视觉年龄不符，40岁的成熟感与27岁的热血青年存在本质差异，被调侃选角如同父亲守护儿子。二是体貌特征不符，演员175厘米的身高与原著中魁梧的设定存在落差，而角色外粗内细的特质对极具力量感和江湖气的肢体语言要求极高。三是市场信任危机，有网友翻出演员过往作品，担忧其无法撑起这一关键角色。书粉的诉求其实相当朴素且核心，贴脸大于流量。他们宁愿剧组启用一个更贴合角色气质的新人演员，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因商业考量而强行凑合、气质错位的选角。这场看似针对特定演员的抵制，本质上是书粉对 IP 改编中普遍存在的流量置换逻辑的一次集中反抗。争议背后，当资本逻辑撞上原著精神，时日中焉的选角争议早已超越了谁演谁的简单争论，它清晰地撕开了当下 IP 影视化进程中那些难以调和却又无处不在的深层矛盾：资本逻辑与创作自主的拉锯。选择肖战出演旗下被普遍视为项目的招商保障和流量保险，它的市场号召力能让剧集获得顶级投资，据传预算高达2.05亿。这对于极其依赖视觉奇观和精良特效的无限流题材至关重要。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资本的注入往往伴随着商业考量的前置。为了平衡投入、分散风险，甚至满足平台或资方力捧新人的需求，在配角选角上进行资源置换或打包塞人，便成为一种常见的行业操作。当谁更适合角色让位于谁能带来更多附加商业价值时，杨超越、李治廷的争议变成了这种逻辑下可能出现的典型产物。流量效应与角色适配的悖论。肖战的顶流身份为项目带来了空前的关注度，却也带来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他的加盟被视作品质和投资的双重背书；另一方面，这也让所有配角的选择都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任何被认为不贴脸的选角，都会被解读为蹭流量或被强捧。流量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既能吸附资源和关注，也容易扭曲角色适配度的基本标尺。书粉情感与改编在创作的永恒落差。时日中焉的书粉是 IP 最坚实的根基。他们对于原著的忠诚度和想象力，构筑了作品的原始魅力。然而，影视化本身就是一次从文字到影像的再创作过程，必然存在具象化带来的落差。书粉的愤怒，与其说是针对某个演员，不如说是对改编方向失控的深切恐惧，害怕那份独属于文字世界的冰冷残酷又充满人性思辨的硬核气质。
在影视化的漂白和注水中被消解殆尽。他们通过 PPT 抗议、话题刷屏等方式，试图以最直接的声音影响制作方，守护自己心中的中胭脂的。目前，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3月17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出品方柠檬影视将在那天举行官方发布会，届时肖战、杨超越、李治廷等网传名单是真是假，都将迎来一个明确的答案。定妆完成，只是这场影视化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肖战与旗下的天选适配，为项目赢得了梦幻般的开局和极高的期待门槛。然而，围绕配角的巨大争议也清晰地揭示了前路的险峻。这部剧最终是成为尊重原著、开辟中式无限流新纪元的标杆之作，还是沦为又一场流量逻辑下的资本游戏？答案远未揭晓。制作方的诚意，编剧在尊重原著与必要改编之间的平衡功力，导演对整体气质的把控，以及全体演员能否真正进入那个绝望又充满希望的中胭脂的，才是决定这部 S+ 大剧最终成败的关键。这场由一场米兰秀引发的跨次元狂欢，最终会导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